上一期视频说，在美股的历史新高买入，通常会比任何时间点买入或者回调10%之后买入的表现都更好。很多人还是不相信，会挑出少数例外来强调不能买在高点。比如2000年3月标普指数创出历史新高后，科技股泡沫破灭，直到2002年10月才见底。再比如2007年10月标普再创历史新高后，就遇到金融危机，直到2009年3月才见底。的确，2000年初到2009年底，美股经历了失去的10年，标普这10年的累计回报是负的24%，这也是标普出现历史新高次数最少的10年。我认为，在美联储正式开启降息之前，美股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大于回调，年内回调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一直是常见的现象。即使现在是类似于2000年3月或者2007年10月的大顶，是最差的买入时间点。但历史记录显示，只要你愿意长期持有美股指数，即使在最大回撤超过30%开始前的历史高点买入，也没什么可怕的。美股长牛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。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，如果你总是买在美股最高点会如何？就非常有意思。假设一个人在1977年23岁参加工作，2019年底65岁退休，他最开始每年存2000美元，每隔10年增加2000美元，也就是说，他1987年开始每年存4000美元，1997年开始每年存6000美元，以此类推。假设存款没有任何利息，这样他在43年的工作时间里，一共节约出来23万美元。再假设这个人投资运气极差，总是买在指数大涨之后，最高点出现之前，比如他在1980年11月把存下来的8000美元买入和标普指数挂钩的基金，然后他在1987年8月把存下来的16000美元投入股市，在1999年12月投入54000美元，在2007年10月投入5万美元，每次都买在最高点，但好在他坚持不卖。结果到他退休的2019年，股市的回报加上2008到2019年存下来的美元，他的总财富大约是110万美元，折算下来，他的年化回报是9%。如果他的投资策略改成每年定投标普指数，1977年到2019年坚持下来的总财富就是250万美元。当然，长期持有主要适用于股指，而不是个股。别忘了研究揭示的最惊人结果，随机抓取一只个股，长期持有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跌掉99%的价值。请回顾一下之前的这个视频，掌握这个还没有被任何图书收录的股票投资规律。